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北京不安静了，中共四中全会才刚落幕，军中再报缺席名单。诺贝尔得主杨振宁的葬礼竟然没有一位现任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场。同时，上海写字楼被曝要100年才能租完，河南秋收变成泥沼战场，权力斗争、经济崩坏、天灾民怨全都涌上来。有人说，这不只是一周的中国新闻，而是整个体制的心电图在抖。我们先来聊聊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四中全会。会议公报释放出了3个重要讯号，而每一个背后都有玄机。第一个信号就是反腐风暴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猛烈，这不是说说而已。这次全会本来应该有205名中央委员到场，结果只来了168人。我们已知的状况是1人过世，10人已经确定被清除，那还有其他26个人去哪了？没有说明，也没有交代。英国媒体 BBC 就指出，这些缺席的高层会不会其实已经被反腐行动给扫进去了？不止如此，还有大批候补委员也没到会，这引发外界不少猜测。这波清洗规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。其中最惊人的还是军方的缺席名单。中央委员会里的33名将领有22位没出席，其中8人已知被免职，但还有14个人神隐无踪。这些人为什么没来？恐怕在中共那种极度不透明的系统下，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。不过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中共早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已经在清理门户，包括军方第3号人物何卫东，会前就已经被开除党籍和军籍。那么，这些重大的缺席迹象说明了什么？是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还稳稳在握，还是他的权力已经受到弱化？目前看来，党内的斗争一点都没有要放松的意思。就像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在四中全会结束第2天的记者会上说的，坚定不移反对腐败，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持久战。评论人士指出，中共的这种反腐往往带着浓浓的权斗气味和派系整肃，这是它的基因造成的必然。四中全会的第2个信号是科技自主和发展心智生产力。你可能听过这个词，但不一定清楚它代表什么。这背后其实是中美科技战的延伸。目前，美中之间的贸易和科技摩擦还在升温。中方想要美国的芯片和先进软件，美国则想要中国的稀土和磁性材料，双方谁也不情愿让步，因为这些关键技术牵动的不只是经济，更是战略主导权。这次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之一就是科技自主自强，意思就是不靠美国，自己搞。国企、民企和军方都动员起来，全力投入高科技研发。这其中不少技术还可能跟军事用途有关。心智生产力这个词就是中共这个新策略的总称。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重心将会围绕着一个中心转，更高端的技术，而且最好不再依赖美国。第3个信号就是提高内需市场，鼓励消费，但可惜的是，它没有任何具体解决方案。中美贸易战让中国失去了不少出口订单，这对中共政权这样一个一直依赖出口的经济体来说是一记重拳。其实，早在川普对中国加关税之前，很多中国学者就说过，经济该转型了，不能再靠出口，要靠内需。但说归说，做起来很难。现在四中全会又喊出来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听起来很厉害。但问题是怎么做？这类中共政策文件通常都比较像是宏观愿景，而不是具体操作说明。尤其是现在，房地产危机还没有解决，青年失业率又高，老百姓担心生活，怎么可能愿意花钱？所以外界批评说，你可以一直讲促进内需，但如果没有让人安心的就业和收入环境，消费怎么可能提得起来？总结来看，这次中共四中全会释放的3个信号，不只牵动未来5年的政策走向，也反映出北京内部的紧张气氛。反腐还在持续加压，而且看起来还会继续反下去。科技自主变成国家优先任务，尤其是在中美对抗持续的情况下，国内消费虽然被视为救命绳，但目前还看不到具体解方。
就在四中全会落幕的第二天，一场告别式的异常冷清，再次让人把目光投向中南海高层的动向。我们来聊聊让不少观察者震惊的事件——杨振宁的葬礼。这位享誉国际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，对中国科研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他回国定居多年，长期受到中共官方高度赞扬。按照过往的惯例，这样级别的葬礼应该非常隆重，甚至会有中共最高层出席。但10月24号这一天，北京八宝山举行的杨振宁告别式却出现了极不寻常的一幕。中共高层没有一人现身，甚至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不到100字，除了介绍杨振宁的官职，只提了葬礼举行，还有一句话：10月24号，人们排队送别杨振宁。这不是普通的低调，而是冷处理。那么，习近平去哪了？其他高层又在哪？要知道，前一天10月23号，中共四中全会刚好闭幕，不少人原本预测习近平可能会在隔一天出席葬礼，至少象征性的送个花圈，发个慰问。但是什么都没有。不只是习近平，整个现任中央领导人集体缺席了杨振宁的葬礼。更夸张的是，教育部长、科技部长、中科院院长，甚至连中国科协这类机构的负责人也都没有现身。这让很多网友直呼，这样的规格还比不上那些非诺贝尔级的科学家，更别说当年钱学森、邓稼先的追悼会了。但更诡异的还在后面。根据海外 X 平台上的消息，有人披露，杨振宁的葬礼只有温家宝、俞正声这些退休高层送了花圈，至于现任高层通通缺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位中共官方常年吹捧的回国典范，最后却像是被刻意冷藏？有几种解释浮出水面。第一个版本是，中共内部正在发生激烈权斗，就像刚刚提到的，中共四中全会刚闭幕，而在会前10月17号，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，连同8位上将突然被开除党籍、军籍，这可是高层大地震级别的事件。有观察者分析，这显示习近平虽然还维持着党总书记、军委主席、国家主席3位一体的头衔，但实际权力已经被削弱，甚至丧失了人事决策权。有评论指出，这场葬礼之所以冷清，正是因为中南海高层此时陷入权力角力，难以对外露面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他们不想出席，是现在不是时候。甚至还有更敏感的说法认为，对杨振宁的冷处理是高层在传递政治讯号，他的回国效忠已经不再是价值典范，未来的中国科学发展也将转向更加封闭、军事化的路线。另一个可能的信号是，习近平的人事权正在被削弱。根据中共官媒报道，葬礼当天，中共人大常委会刚好召开新一轮人事任命会议，为期5天，时间安排相当微妙，让不少人猜测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控制整个官僚体系的主导权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共可能为了保党这个大局，正在进行内部的妥协和再分权。换句话说，习近平还在台上，但可能只是象征性的领袖，实权正在悄悄转移。因此，这场看似低调的杨振宁葬礼，被认为其实是泄露了中共高层政局的裂痕。让我们把镜头转回中国经济，从太空俯瞰的繁荣背后，是地面上冷冰冰的现实数据。上海写字楼市场正上演一场100年难解的坍塌。一座城市的写字楼要花100年才能租完，背后是什么样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？根据最新出炉的报告，2025年第3季度，上海甲级写字楼市场崩了，空置率高，租金跌，供应暴增，需求却几乎归零。更夸张的是，有专家直言，要100年才能租完现有库存，听起来像在开玩笑。我们来看数据，国际2大商业地产机构戴德梁行和高力国际发布的2025年第3季数据显示，上海甲级写字楼存量面积1781万平方公尺，净吸纳量，也就是实际租出去的，只有2.9万平方公尺。这代表什么？知名财经博主微湖说房这样形容，等于平均每栋甲级写字楼1个月租出去的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尺，连房东都哭了。更令人错愕的是，跟去年同期相比
去化面积暴跌超过80%，供需完全失衡。另一位财经大 V 梅大师指出，写字楼的供需关系已经进入极端失衡状态。2025年第3季，上海写字楼空置率高达将近22%，而且同一季度，上海还有11.4万平方公尺新写字楼投入市场，全年新增供应预估高达77.2万。什么意思？在没人租的情况下，还不断盖新的。与此同时，租金持续下跌，租不出去，价格自然跌。目前上海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是每平方公尺每天6元人民币，比第2季下跌了3.3%。这么低的租金还是没有人租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不止上海，全国都在跌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报告，全国80个主要商圈里有64个租金都在跌，是全国性的商业地产危机。微湖说房直白地说，如果1线城市像得了癌症，那么2、3线城市的商业地产可能已经到安宁病房，等着宣判。写字楼和商铺一直是经济活力的风向标，连上海的中心商业区都空着，还有谁相信中国经济能微型反弹？这背后映照出来的是企业信心的枯竭，经济体制的衰退，更是一场尚未命名的中国式大萧条的预演。在城市办公楼空置率飙升的同时，另一场几乎没人关心的崩溃正发生在田间地头。64年来最强的秋雨，让中原农民陷入一场灾难级的秋收泥战。你很难想象，在秋收季节，中国中部大地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：农民们泡在泥水里，用双手一颗一颗地拔花生、收玉米，累到腰直不起来。大片田地发霉腐烂，农机进不了田，人工费暴涨3倍，收入却几乎归零。甚至有农户说出这句话：还不如去死，这样就不用干了。这一切只因为一场64年来最强的秋雨。根据河南气象局的数据，全省9月以来平均降水408.9毫米，是常年的2.9倍，阴雨天数高达36.7天，比常年多了17天。许昌地区甚至突破800毫米的降雨记录，日照时数平均每天不到2.2小时。秋收的黄金期被一场秋雨彻底淹没，花生、玉米等主粮作物开始在地里发芽、霉变，根系腐烂，整片倒伏。农田不再是希望，而成了烂泥地、臭水坑。而这场天灾还可能直接影响下一季小麦和大蒜的播种期，形成一灾拖多季的连锁反应。农机瘫痪，人工费暴涨。河南农民刘永利家28亩花生，全靠人力一颗颗拔，机器根本进不了田，地太湿，陷下去出不来。他说，连续干了1个月，腰都直不起来，每天靠止痛药撑着，还是烂了一大片。往年免费的收秸秆，今年全要钱，人工1天210元，还请不到人。山东烟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农民郑云鹏说，暴雨把玉米泡在水里，深到腰，根本进不去田，臭味扑鼻，只能靠抽水机把水抽走，再派人下田，一穗一穗的手工掰。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成本暴涨，效率极低，心理压力爆表。晾晒也是难题，屋里、厕所都堆满作物，好不容易抢收回来了，结果下雨不断，没地方晾，只能堆家里、客厅，甚至厕所，用风扇24小时吹。但问题是，放地里会发霉，不放地里也一样发霉。有些农民甚至花钱租粮食烘干机，一碗200元，24小时不停运转，但品质还是救不回来。刘永利替家人算了一笔账，40亩地，每亩租金500元，加肥料、浇水、人工、运费，加总下来，如果花生低于每斤4元，肯定亏。而今年花生品质极差，根本卖不到好价。大豆的情况更惨，市场价只剩4毛1斤，连化肥钱都不够。郑云鹏的玉米产量也很惨，家里100亩地，比去年每亩少收200斤。新闻上说大丰收，我只能说为了稳人心吧。更忧心的是，小麦播种已经延误，地湿的种不了。农业专家警告，这将直接冲击明年夏收，而这一切的压力全都压在农民肩上。这才是最真实的经济现场。
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